明天你好。重度抑郁的女孩可心在1年前从来不敢说这句话。可心17岁，重度抑郁，双向情感障碍，服药4年，住院8次，电休克39次。2022年之前，没有人能看到她的未来。2024年的夏天，当我问她，如果要对未来的可心说句话，你会说什么？她笑着说，顺其自然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可心的故事要从14岁讲起。那时候因为家庭氛围不好，与父母无法沟通，又恰逢学校上网课，她成绩下滑，一时间也难以适应。可心常常觉得情绪低落，不想学习，做什么事都没有兴趣。无聊的时候拿起手机搜索抑郁症，看到了网上铺天盖地的各种信息，他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跟他一样饱受着情绪的困扰。他开始越来越多地翻阅与抑郁症有关的信息，也被推送着更多相关内容，渐渐沉迷其中，无法自拔。直到有一天，他也开始偷偷吞药，拿刀片划胳膊，用他能找到的各种方法折腾自己。父母吓坏了，带他到医院检查，诊断结果是重度抑郁，双向情感障碍。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，原来是生病了，那只要吃点药，应该就好了。不曾想，药物并没有让他变好，可心的状态越来越差，情绪随时会爆发，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突然吞药或者伤害自己。父亲上班最怕的事情就是手机突然响起，只要有人打电话，10有8九就是女儿又出事了。请假、送急诊、洗胃、送病房，这一套流程重复了太多次，父亲已经烂熟于心。即便抢救过来，可心也经常要被捆绑手脚，为的是防止他随时伤害自己。因为长期服药，他开始出现肥胖、尿失禁，脸色变黑。14岁的少女可心没有青春，更没有花季。从石家庄到北京，父母带着她跑遍了各大医院，做了各种检查，药物换了无数种，每一次都是满怀希望的前往，最后却带着无尽的失望离开。最无助的时候，父亲偷偷去问医生，像我女儿这样的症状，到底有没有治好的例子？医生的回答是不知道，也没有人知道可心到底能不能好。转机出现在2023年的2月，可心来到了一个叫做幸福书院的地方。在这里，没有人催她吃药，更不会有人像在医院一样将她捆绑，电休克更是再也不会有。取而代之的是她能做自己喜欢的事，能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，画画、做蛋糕、当老师，这些小小的心愿在这里一一被实现。她开始被看见，被听见。想要伤害自己的时候，有老师陪在身边，倾听她，指引她，引导她如何从情绪中走出来。来到幸福书院的可心，从未被当作病人，而是被看得跟任何一个正常的孩子一样。也许偶尔会发脾气，也许偶尔会闹情绪，但这一切不过都是被认知卡住了而已。他要做的就是透过生活、做事，一点点提升他的认知，再也不被之前的问题困扰自己。书院要求父母必须学习，伴随着父母的改变，可心能把心里话告诉爸爸妈妈。从前横亘在家人之间的冰山，就这样一点点融化了。爸爸妈妈不再是他情绪的来源，而成了他难过时候的依靠。可心的抑郁症在1年时间里，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之间
一点点消失了。2024年的夏天，我问可心，这一路走来容易吗？他说不容易。我追问谁不容易？他说谁都不容易。但是回头去看，我却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，因为这段经历让我学会勇敢，不再害怕。我知道所有的问题都有解决方法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知道了自己这一生到底要什么。我说你要什么呢？他说去做一个能帮助他人的人，就像是别人曾帮助过我一样，我也能这样去帮助更多人。我问他，你能看到未来的可心吗？他说看不到，但是我并不着急，也满怀期待。顺其自然，接受未来的自己，接受无常，就是一切选择都是最好的。